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违禁武器，集束炸弹进场，俄军将面临巨大考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在乌克兰军队展开大规模反攻，但是进展缓慢的当下，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也进入了开挂模式。在美国国务院推动对乌克兰援助海马斯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之后，又一种违禁武器被证实将进入乌克兰战场，那就是集束炸弹。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看到比较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温压弹、履热弹，但是这些武器还算不上是违禁的武器，而集束炸弹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明令禁止的违禁武器。所谓的集束炸弹就是一种主弹药爆炸后可以释放出很多小型的炸弹。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曾经大量使用过集束炸弹，被证明会给当地平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为何决心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集束炸弹呢？其实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大量的杀伤位于战壕内的俄罗斯有生力量。当前的乌克兰战场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战壕为主的堑壕战和炮战。俄罗斯军队在扎波罗热打造的几条防线，真正能对乌克兰军队构成严重威胁的，就是那些位于战壕内的俄罗斯军人以及俄罗斯的炮兵。而集束炸弹的特点是可以在主弹药内配置不同类型的子弹药，炮弹由打击点目标变成了打击面目标，特别有利于杀伤地面没有装甲保护的有生力量，包括人员、榴弹炮阵地和轻型装甲车辆等等。美国这次决心援助乌克兰集束炸弹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为乌军即将使用的陆射小直径滑翔炸弹、陆军战术导弹、风暴鹰影巡航导弹提供更多的子弹药。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集束炸弹，有没有违反国际条约呢？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认为并不违反，因为包括美国、俄罗斯、古巴、印度、巴基斯坦等主要集束炸弹的制造国并没有签署这个条约。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美国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临着弹药供应极度匮乏的情况。就算集束炸弹不违反美俄签署的国际公约，也是被大多数国家所反对使用的一种禁忌武器。美国面临的道德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当然，西方舆论会说战胜俄罗斯军队的目标高于集束炸弹对乌克兰平民造成的威胁。其次，它也证明美国仍然是乌克兰战争的局势掌控者，正在为乌克兰军队定制更加适合当前战场需要的武器。集束炸弹的入场将对俄罗斯军队的部队集结、机场目标、后勤补给车队以及在战壕内的有生力量构成严重威胁。基于乌克兰军队的炮兵素质比较高，那么俄军在可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因为集束炸弹的大量使用而带来严重的人员伤亡。对一场消耗战而言，有生力量的大量被杀伤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向乌军提供集束炸弹，证明了西方国家追求的在乌克兰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代价。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受阻，正在成为向西方索要更多军援的借口。集束炸弹的入场证明，美国和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乌军的表现不佳就放弃支持，这对俄罗斯而言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总体而言，美国决心对乌克兰援助集束炸弹，既是追求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信号，也是美国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是这反而证明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会放弃军援乌克兰，而且几乎没有援助的禁忌。这必然会给俄军带来更多的人员伤亡，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乌克兰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对此，俄军必须想出应对之策。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